你有沒有過這種感覺？刷到一個短視頻，下一秒又刷到下一個，然後2個小時沒了。你知道自己在消費娛樂，但你不知道的是，你的大腦正在被改寫成一台即時滿足機器，而這個機器正是阻止你變有錢的核心原因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今天這期內容，我來告訴你為什麼。不是你不夠努力，不是你不夠聰明，而是你每天在做的這3件事，讓你在財富遊戲裡一直站在輸家那一邊。但別擔心，看完這12分鐘，你會拿到一把鑰匙，打開一扇你從來不知道存在過的門。好，想象一下，你買了一張電影票，花了100塊，但電影開場10分鐘你就知道這是爛片，你會走嗎？還是咬着牙看完？因為100塊都花了，不看可惜。如果你說不看可惜，那你就掉進了一個心理學家說的沉没成本謬誤。這個概念是康德曼和 Tversky 提出的，他們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。1979年，他們做了這樣一個實驗，讓2組人選擇。第一組，假設你已經投了5萬到一個項目，項目現在告訴你還要再投5萬，否則前功盡棄。第二組，同樣的項目，但告訴你需要投5萬，沒有提到之前已經投了多少，結果你猜怎麼着？第一組的人更願意繼續投錢，即使2個情況的數學邏輯是一模一樣的，區別在哪？只有一個。第一組的人已經付出了不想浪費的那份感情，他們不是在評估這個項目未來值不值得投，他們是在證明我之前的決定沒有錯。真實例子，協和式客機，英法2國花了幾十年研發，快完工時發現它根本不可能盈利，但他們說不能停。已經投了那麼多，結果呢？協和飛了27年，從來沒賺過1分錢，最終退役時還是虧損。波音公司也有類似的故事，747項目已經花了巨額研發費，管理層知道市場可能不夠，但還是批准了，因為不能讓那筆錢白花。你發現規律了嗎？個人層面，一段糟糕的關係，一份沒有前景的工作，一只跌了30%的股票，你死撐的理由往往不是未來還有希望，而是我已經付出了這麼多，不能空手而歸。2026年 ，AI 在替代平庸的工作，很多人面臨一個選擇：繼續待在穩定的舊行業，還是轉行去學新技能？但他們會想，我在這行幹了15年，現在轉行，那我這15年的經驗全廢了。錯。那15年的經驗不是資產，那是已經沉沒下去的成本。真正的問題是，未來3年你最理性的選擇是什麼，而不是過去3年。你已經投入了多少？好，假設你沒有被動產成本困住，你止損，你理性，你看得清風險，然後你去看那些成功學，看馬雲怎麼說，看巴菲特怎麼說。想象一下，2戰時期，盟軍想給轟炸機加裝甲，但裝甲很重，不能全覆蓋。於是他們分析，回來的飛機哪裡彈孔最多？機翼彈孔最多，所以裝甲應該加在機翼上。等等，有個聰明人站出來說，錯，彈孔最多的地方恰恰是最不需要加固的地方，因為這些飛機能回來，恰恰說明這些地方被擊中也能飛回來。真正需要加固的是那些彈孔少的地方，因為那些地方中彈的飛機根本沒回來。這就是幸存者偏差。你看到的是活下來的飛機，你忽視的是那些再也飛不回來的。現在想象一下財經媒體，今天報道一個90後創業成功，明天報道一個外賣員逆襲成企業家，你開始覺得成功好像不難啊。但你沒看到的是，
每一個成功的背後有10萬個失敗的，他們沒有社交媒體，沒有採訪，沒有名字。更可怕的是，那些成功者分享的成功經驗，往往是事後合理化，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成功。運氣、時機、關係，這些不能寫進 PPT 的東西，往往才是關鍵。所以我經常跟人說，別學馬雲，不是馬雲說的不對，而是他的方法論是在他的時代、他的資源、他的性格下成立的，你 copy 不了。真正值得學習的，不是成功者的方法，而是失敗者的教訓。避開那些坑，比模仿那些路更實在。但即使你避開了所有坑，你還是有可能賺不到錢。因為還有第3個陷阱，也是最深的一個。好，想象你是一個原始人，你是去打獵，還是去搶別人的獵物？直覺告訴你，搶啊，搶來就是我的，不用付出時間，不用承擔風險。這個直覺刻在我們基因裡，幾百萬年的進化告訴我們，資源是有限的，搶到就是賺到，搶不到就餓死。但問題是，人類後來學會了種糧食，學會了交易，學會了分工。當一個人種小麥，另一個人養牛，他們交易，2個人都比之前吃得更好了。財富不是搶來的，財富是創造出來的。這裡有一個反直覺的洞見，財富是正和遊戲，不是你贏我輸，是所有人都能贏。一座房子不減少我的住房可能性，一個發明不減少你的使用權利，但地位不一樣，地位是零和遊戲，你的晉升就是別人的落選，你的風光就是別人的落寞。Naval Ravikant， 硅谷傳奇投資人，說過一句很扎心的話：創造財富的人永遠會被玩地位遊戲的人攻擊。你有沒有發現，每當有人靠本事賺了錢，評論區總有人說，不就是運氣好嗎？還不是靠關係。說這話的人，他們不是在批判，他們是在玩地位遊戲。他們通過貶低別人來獲得優越感，所以很多人不敢變富，因為他們潛意識裡覺得賺錢是一種搶奪。富人賺的錢一定是從誰那裡偷來的。但如果你理解財富是正和遊戲，你就會明白，一個創業者成功不減少你的機會，反而可能給你提供工作、產品、靈感。理解這一點的人會停止抱怨，停止比較，停止仇富，開始真正去創造。好，總結一下，今天我們講了3個阻止你變富的認知陷阱。第一，沉沒成本謬誤，你已經投入的不該影響你未來的決策。該止損時，不要為了證明我沒錯而繼續錯下去。第二，幸存者偏差，你看到的成功案例只是冰山一角，不要迷信方法論，多研究失敗案例。第三，零和思維，你覺得賺錢是搶奪，所以你不敢變富。但財富是正和遊戲，創造比爭奪更重要。2026年 ，AI 在替代那些重複的、可量化的、沒有創造性的工作。這意味着什麼？意味着未來最值錢的技能不是效率，是創造力；不是執行，是判斷。而這3件事恰好都是機器很難替代的。所以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今天這期內容結束了，你回去以後會做什麼？抱怨大環境不好，還是開始做一件只有你能做的事？財富不是目的，財富是工具。他買來的是說不的底氣，是凌晨3點不用看老闆臉色的自由，是陪家人吃飯時真正在場的心境。所以今天的內容，如果你覺得有收穫，歡迎轉發給那個總是在抱怨但從不行動的朋友。也歡迎留言告訴我，你身邊有沒有財富正和遊戲的正面例子。
看到這裡的朋友，順手點個讚，這對我真的很重要。訂閱我的頻道，並點擊小鈴鐺，這樣就不會錯過下一期了。把這期轉發給你覺得需要聽到這些的朋友。在評論區留言，你一直在堅持的沉沒成本是什麼？我真的很想看到大家的回復。下期見。